大家最近是不是已经被黄金给整懵了？打仗的时候，按理说黄金应该涨，结果它大跌。现在呢，中东局势刚出现一点缓和的迹象，按理说黄金应该跌，结果呢它又暴涨。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啊，已经不是黄金有没有避险属性了，而是黄金最近到底在交易什么？3月25号，今天啊，市场对潜在停火方案做出了反应，国际油价明显回落，黄金却同步反弹。布伦特油价一度下跌约6%，黄金上涨约1.6%。很多人最近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就是还在用一套很简单的逻辑去理解黄金，觉得只要打仗，黄金就应该涨；只要局势缓和，黄金就应该跌。但是问题是，现在的黄金啊，交易的已经不只是避险情绪了，它同时还在交易油价、通胀、利率、美元以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战争只是表面的事件，真正决定黄金短期方向的是战争会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影响货币环境和市场预期。最近这轮市场当中啊，黄金之所以会在冲突升级的时候反而下跌，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市场担心战争会继续把油价往上推，油价上升之后，通胀压力就会抬头，而通胀一抬头呢，市场对降息的期待就会后退，美元和收益率就会走强，而黄金作为一个不升息的资产，短期呢自然就会承压。中东局势推高了能源和通胀的担忧，美元偏强，黄金连续承压。那为什么前几天打仗黄金反而跌了呢？前几天的黄金下跌，不是因为黄金失去了避险的属性，也不是因为市场不再害怕战争了，而是因为市场在那一刻更害怕另外一件事儿，就是高油价会把整个金融市场重新拖进高通胀和高利率的阴影当中。大家要知道啊，如果冲突打在普通地区，市场会先看避险；但如果冲突是牵动的能源运输，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的油气供应链，那么市场首先担心的就不是安不安全了，而是油价会不会失控。而一旦油价失控，事情就不只是黄金一个品种的问题了，它会沿着油价、通胀、利率、美元这个链条一层层的向整个市场传导。最近几周啊，随着中东冲突冲击了能源设施和运输，油价一度大幅飙升。布伦特原油曾经接近每桶110美元。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高波动的环境当中呢，黄金还有一个很尴尬的特征，那就是它太容易被卖出了，流动性太好了。当市场开始大跌，那很多机构和杠杆资金不是不喜欢黄金，而是他们现在需要现金，需要补保证金，需要去救别的仓位。那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被抛售的资产就是黄金，因为别的资产呢，你未必在这个时点卖得出去，或者卖出去的代价太大。但是黄金呢，是很容易快速被变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之前那个现象呢，不是说黄金的逻辑崩了，而是在市场最紧的时候，连最好的资产也会被先去拿去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特别反常，明明战争来了，黄金却比想象中更脆弱了。其实呢，不是它不避险了，而是流动性压力的面前，短期也会被一起砸下去。那为什么今天局势缓和了，黄金反而又涨了呢？到了今天呀，市场交易的重点又变了。今天黄金的上涨不是因为世界一下子和平了，也不是因为所有的风险消失了，而是因为市场开始觉得最糟糕的那种油价和通胀的场景啊，可能暂时没有那么糟了。大家要明白啊，市场最怕的不是坏消息本身，而是坏消息没有上限。前几天呢，市场最担心的是中东局势会继续持续的升级，那油价会持续的冲高，霍尔木兹海峡会长期的受阻，通胀会再度失控，美联储会更难降息，甚至重新的走鹰。但是只要今天出现了一点缓和的迹象，哪怕只是潜在的停火谈判，或者是冲突升级的风险暂时下降，那么市场第一反应呢，就是去看油价，只要油价往下掉，那市场就会立刻重估后面的链条。通胀压力也许没有那么可怕了，利率预期也许不用那么紧了，美元也许不必要那么强了，黄金就会因此得到修复。市场对潜在停火方案做出了反应，油价回落，美元走弱，而黄金今天出现了反弹。所以呢，今天这波黄金上涨是市场开始交易另外一件事儿了。通胀和利率的压力也许可以稍微缓一口气了。黄金今天呢，不是在交易和平，而是在交易最糟糕的宏观环境将暂时没有那么糟了。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黄金因为局势缓和所以涨，那你会觉得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但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局势缓和带来了油价的回落、美元的回软和利率预期的松动，那么黄金反弹这样的逻辑就顺了。
所以我觉得最近最值得大家警惕的，不是黄金今天涨了多少，也不是前几天跌了多少，而是整个市场正在进入一个高波动、高分歧、反常识的阶段。市场开始不按照表层的逻辑运行了。以前的很多人理解资产市场靠的就是表层逻辑，比如说战争一定利好黄金，局势缓和就会利空黄金，美元强黄金弱，美元弱黄金强。不能说这些逻辑现在是错的，但是问题是，当市场进入了极端波动的阶段之后，表层逻辑往往就不够用了。现在市场看的是更深一层的传导机制。战争只是起点，后面要看油价怎么动，通胀怎么走，利率预期怎么变，美元会不会强化，机构会不会去补仓，流动性会不会变紧，谁在那个时点占主导，黄金就会按谁的逻辑在走。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不少银行都在提示贵金属的投资风险。银行呢不是告诉大家黄金现在不能碰，而是在提醒，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靠情绪和惯性去理解的市场了。那么普通人现在该怎么理解黄金呢？这波黄金反弹呀，到底意味着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不意味着黄金已经重新回到了那种一路顺风的单边牛市，也不意味着所有风险都解除了。黄金现在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只靠避险两个字就能够解释的清楚的资产了。它短期会被油价、利率、美元和流动性反复的抛动，走的会非常的剧烈，也会非常的反常。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现在重要的不是去猜明天是涨还是跌，而是你自己要想明白，你现在为什么要配黄金？你是把黄金当做一种短线交易的工具，还是把它当成一个长期可以对冲不确定性的配置工具？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依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呢，你把它理解成一个战争来就必然会涨，局势缓和就必然会跌的线性资产，那么接下来呢，你可能还会被市场反复的折磨教育。今天这件事儿啊，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一点就是，真正危险的时候，市场不是没有逻辑，而是它开始不再服从表面的逻辑。黄金不是不能配置了，而是我们不能再用3年前那种单线程的单边上涨逻辑去理解它了。所以这轮黄金的反常走势，表面上看呢是打脸常识，但是深一层次看，它像是在提醒所有人，今天的市场已经变了。黄金的短期定价权正在被更复杂的宏观链条所接管。前几天它跌是因为市场更害怕高油价、高通胀和高利率，今天它涨是因为市场开始觉得最糟糕的那个场景也许暂时没有那么糟了。问题从来不是黄金到底行不行，而是你到底有没有看懂黄金现在真正在交易的是什么。